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全台湾人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为什么我们台湾一直在追求民主自由？你看到在香港世纪大火里面，你完全可以把中国这个丑陋的嘴脸完全看得清清楚楚。不就是一个大学生发起的问责，希望能够有一个独立的单位能够好好去了解这件事情吗？他就被抓了。前议员只是分享了这件事情，他也被抓了。一个义工只是跟大家讲，你的个资不要去 share 给你的陌生人，他也被抓了。他们说这些人是什么？以灾乱港，这4个字真的是让大家大开眼界。中国政府完全没下线。英皇查理斯他有对这件事情来发声，他说，在香港大埔毁灭性的火灾后，我们收到消息，表示震惊跟悲痛。香港紧急应对的前线人员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在这个令人心碎的时刻，我们同样可以看见香港人的勇气。你中共在干什么的？你竟然发了一篇文章，就像我刚刚讲的以灾乱港。这2天的时候，他们竟然一声令下，说这边非常吵。你吵到其他人了，你打扰其他人了，竟然派了警察的相关单位在旁边大清场。打清场之后，这个物资站就在短短的1个晚上什么都没有了。而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因为对于中国来说，他现在治理出了很大的事情，他怕的是什么？那一种反送中的氛围全部都出来，那一种哀调，那一种纸条，那一种送水的物资的事情全部延烧。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讨论，以及在台湾的港人，我们用电话的方式跟他做连线。所以世聪，我刚刚这样一路讲过来，我真的觉得我到底看了什么？我们上礼拜非常关心香港事情，到底火灾怎么会发生的？里面的那一些辛酸血泪的故事，还有什么？我们要帮香港人讨公道，我们要帮香港人来发声，到底发生什么事？其实我没有想到，这2天中共有动作，中国是有动作。你不是去安抚香港人，你今天不是去帮忙香港人，你是忙着抓人，忙着抓谁？抓大学生。你看莫名其妙。没错，在这个鸿福苑的这个大火之后，香港人当然很悲哀。但是呢，除了这个悲伤的这个心情之外，现在陷入一个所谓恐怖的这个气氛里面。为什么恐怖的这个气氛里面？赵火你知道吗？年轻的学生，像这个关劲峰先生，23岁，对，他想要知道真相，想要知道真相之后，不好意思，国安单位把你带走。带走的时候拘捕了2天，现在把你放出来。再来就是什么？很多这个平台上面来说，尤其是这个广福平台，他们收集了非常多香港人的物资，要到这个地方来，要来资助这些所谓在这一次的鸿福苑火灾受灾户，或者给一些相关的居民，要给他们安慰的。就香港人手传手机联系，把它递到这个地方来。不好意思，你们太吵了，有人检举你们，赶快把它清干。莫名其妙，而且把它清干。你看，这是 before 他们那时候人山人海，在那边地方还有很多物资，现在已经完全干干净净了。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还有香港政府怕你们聚集在一起。你们聚集在一起了，会不会乱港？你看呢？这很简单啊。中国发了这个声明稿，就这样讲啊：大埔这个火灾的危难时刻，反中乱港分子还有别有用心者仍蠢蠢欲动，伺机作乱，泯灭人性，罔顾事实，散播虚假信息，恶意攻击特区政府，还有救援活动，煽动社会对立，煽动人一大堆。好，赵和。某些程度来说，我们也被归类成这样。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要一个真相。我讲真话怎么了吗？我们只是把目前为止香港的民众没办法说出来的时候，我们把它说出来。对，现在是香港人心最悲伤的时候，你应该发一个类似英国这样子的嘛。英国他们是前殖民地的这个宗主国，你看发了什么？他们感到非常的难过、震惊，还有悲伤。他们对这个前线人员来说，表现非常勇气。这个心碎的时刻，我们可以空中看到香港人的勇气，还有那些失去宝贵生命的人，还有亲人，以及香港市民，他们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为他们祈祷。对，照理说你应该也要发一个，就是比较感人的嘛。你这时候应该抚慰香港人心。这时候，习近平或者港英政府，这个香港政府应该做这样事，但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什么？我们统治会不会受到动摇？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政治势力要打击我们？我们现在想的是政治为上，救难为后。那当然了，香港民众的这个不满，我觉得还是持续在累积之中的。你看到这2天，或是这几天，你看到，香港人真的团结起来。你看到这个画面，他们是
2公里的人龙哦，大家都去哀悼这件事情，大家真的是在撑香港的。对，没错。实际上，中国政府还有这个香港政府，怕看到2019年反送中的运动呢重新再来。当时也是香港民众集结在整个香港的这个街头啊，特别是这几天，你看很多民众，我觉得这个因为香港大火之后，很多民众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要献花，献花你看排队，排队他们一个一个人到前面去献花，是从早到晚的、哦。对，没错。那他们就说这个排队有2公里左右，然后就有人就说没关系，我等到深夜我也要把这个花送到那个地方去。对，白天已经排成这样，晚上也是排成这个样子。好，排成这么多，你看这么多人都是要表达这个关心。那某些程度来说，他们当然也对港英政，你觉得他们对香港政府满不满意？当然不满意。他们也是不满，他们那边贴很多，原本是贴一些你看一路好走这些悲伤声，但是有人忍不住嘛，他还是想要讲话。你看他讲什么？狗官下台，彻查真相，对，就这样。不要忘记这个世上的这个苦人，然后要还给这个死者公道。他们就直接这样子写啊，他们就这样写，要给他们这个制度真相啊。简单讲，真相你要拿出来。对，没错。到底这个火警怎么会发生呢？对，然后你看就这样，要检讨是什么？不要检讨竹棚啦，是整个制度的问题嘛。所以呢，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讲啊。赵尔亮他们就是怕看到这些他们心里面的声音，人民说出真实的心里的声音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统治阶层，特别是这个所谓的独裁政府最害怕的一件事。那于是你看，警方就来了，警方就来到这边，你看警方那边盯着他们，就是赶快啊！你们赶快！现在除了这种一般的这种警察在这边，现在网络上传的是什么？连武警是荷枪实弹的武警，对，都出现在这种物资站里面。对，那你说这些物资跑到哪里去呢？因为被这个关爱队，他们就说啊，我们有关爱队的这个状况啊，我们把那物资拿过来。所以你看，这个法治是荡然无存。你看民众的这个东西变成是香港政府的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关爱队他们的这个物资。好，尤其是你看。他们现在就直接讲啊，这个驻港的国家安全署说，坚定的支持香港特区依法严惩反中乱港分子以灾乱港的行径。你看有没有就这样？他们就直接就这样子啊，对不对？那好，那除了什么？你看，就我们就说一个大学生关敬峰，对，他只是讲啊，你看他说。关于大埔鸿福苑5级火灾的4大诉求，他只是说我们要这个知道真相而已啊，知道真相。你看，譬如说，你看建立这个所谓的相关的委员会啊，然后调查所谓的是不是有利益输送的问题啊，然后问责官员啊，然后千万就是说对那些监督的工程，我们千万要追究到底啊。就没想到他就被抓。他被抓的时候，你看他当时他被逮捕的前夕的时候，人家问他，他就说我们必须要诚实面对。今日的香港，无论内外都已经是千疮百孔。他自己只是提出非常基本的诉求，如果这些想法都被视为煽动或是越线，那我真的无法预测任何事情了。甚至还有另外一个这个香港前屯门区的这个议员张景雄，他说什么？他也被这个抓去被逮捕。他说什么？因为你煽动仇恨政府。这更扯，这什么？他只是转贴，对，关敬峰被逮是就转贴，对，没错。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所谓理性的这个鸿福苑的火灾的这个狱工，他也被捕。他说他只是在这个现场提醒，你们小心在各自的安全，一个一个叮嘱你。他可能认为说，你是不是跟他们在那边联络还是怎样，就把他逮捕了。好，所以你看像你看。如果香港人连讨论火灾都被触犯国安法的话，他说就有人比拟啦，说如果台湾被中国统治的时候，那我们是连讨论淡水为什么停水都会被处罚，还有这个望州之，譬如说基隆为什么会水里面会有这个味道，我们讨论这样都有问题啊。对，所以我才说台湾的言论自由的民主，对，你现在懂了吗？有多重要？为什么大家要一直讲？你看到香港。你就知道我们在捍卫什么了。对，没错，尤其是我们现在在一直报道，我觉得这就是非常珍贵的事。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啊，大公报，大公报是什么报纸？偏中的，是非常非常挺中的这个报纸。你看，他就讲了一个天价收费，这个围标合谋、利益输送、劣质工程，对，揭开维修棚架的这个背后的这个重重黑幕。他写重重黑幕，对，然后讲了非常多他们调查的这个状况，结果没想到没多久之后。他就被下架了。大公报他们是亲中的报纸，他讲这样子就被下架。另外还有人在网络上那边贴这个文章，你看他就说，你看我们就实测，我们拿到了这个棚网啊，烧，21，这个是香港的媒体，对，01啊，等于是大公报之外，是这是第2家了，这第2家哦，没错啊，他就说，我们这样烧会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一点就着啊，然后这个火势迅速扩大，然后他们要干什么？照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只是要追真相，对，跟那个大学生关心大学生他们的诉求一样，他们只是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好意思，要么就是下架，要么很多影片就是被 ban 掉了一个状况。对，这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啊。好，那连怎样，连你质疑都不行，说话都不行。好，这是谁？这是这个甄子丹的老婆汪诗诗发了一个文章。他说香港的火灾不是竹架引起的啦，他这个因为什么偷工减料啊，用了不合规的这个中国易燃的这个网材啦，还有窗户上面的发泡胶啊，这个数据显示竹子不是高度易燃了，请不要责怪他，请不要责怪他，他出来讲真话了。Please don't blame it。好，他只是这样讲哦，好，这样讲，我觉得赵尔他讲的有什么很不对的事情吗？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都可以发表我们的言论。他当然，因为这也是媒体的报道，他也只是把媒体的报道讲了一遍而已嘛。就没想到，不好意思，他被人家炮轰之后怎么办？你看，他就马上就贴这个我不好意思啊，我这个转发不当的文字啊，为避免误导，还有引发这个误解，我已经在第一个时间就删除该内容了。不是这样，这什么东西呀？对，没错啊，我只转贴我认为觉得是对的东西，我也有去查过，这新闻也没有错。是，然后我现在因为我转贴，我跟全部人说抱歉。不，你连一个讲话的自由，你连讲话的权利都没有吗？对，那最后还要道歉。对于造成这个关注焦点的偏离，我在此郑重致歉，日后也会更加审慎。就这样子，就他必须要道歉。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你看珍妮啦，或者黄秋生啊，他们也都是在那边讲。譬如说珍妮说，他反复的看，他说绝对是因为所谓的，包括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包括说像保丽龙，也就是说他们讲的这个发泡胶，对，另外还有包括说像是棚网，好，大家都这样讲，然后他后面还讲，这个竹子不会自己起火了，吵什么吵？拜托有点常识，黑白不分枉作为人，可怜。所以你看他就这样讲，那连黄秋生也是说，早跟竹子烧看要多久才能烧着吧？看看烧碗快还是烧竹快？什么叫做易燃物啊？所以你看，连这些相关的艺人都出来讲，好，相关艺人都在出来讲的时候，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当香港政府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怎么处理秋后算账这件事，所以马上就有人这样。我们之前不是讲怡乐花园也被他质疑说他用了跟这个之前的鸿福苑一样的这个棚网，一样的棚网，甚至一样的承包商。对，结果没想到他就把它拆了。对，拆了之后，然后还有3座还没被拆。对，就今天早上，主管就有传言说发生这个有什么热水放在上面之后有着火的现象，它又烧起来了。对，那我们就讲为什么现在整个香港人心呢？我觉得浮动的状态之下。我觉得一样，你压得越深的时候，就好像球，你把它水里面的球，你把它压得越深的时候，反弹越大。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这种大火里面的故事，譬如说他说他爷爷是这件事情不幸过世的一个人。他说爷爷近年身体不适，所以需要长期使用呼吸机跟这个轮椅代步，所以他第一个时间当然没办法跑啊。他烧了之后呢，他第一栋楼，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隔一栋在烧，然后他阿嬷出去买东西，然后3点没办法连上这个阿公，然后想要叮嘱他3点还能联络上阿公，叮嘱他小心，就没想到马上就烧了之后，后来打电话就没有办法打了。但是呢，他们找到他的最后位置的时候，他在厕所，而且他手握的身份证，还有这个裹着2张沾湿的棉被，你看，他都是要坐轮椅、呼吸器这样，就没想到他还是赶快弄了2个棉被，然后手握的身份证，为什么？因为他说，如果真的死的时候，我有身份证，你们才认得出来我是谁。所以呢，他就是这样子啊。对。还有另外一个，你看这个妇人，这个妇人也是一样啊。他怎样？他就说他这个妇人呢，原本好心，开始火灾之后，他开始去挨家挨户敲门，赶快离开。然后到17楼一直敲，然后邻居都离开之后，就没想到这个妇人反而错失了最后的这个逃生的机会，他因为要帮邻居，最后死在火场里面，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跑，他跑回家里面，对，跑回家里面不幸就丧生在火海里面。所以我在跟他讲，现在为什么大家看了会很难过？因为还很多人，你看，他是说人家到这个电梯、这个楼里面去扫，在楼梯、天台等各地发现大概30具的遗体，也就是说，他们其实都想要跑，但是跑不出去，然后最后被集体烧死。所以，然后还有赵尔讲的，很多人被烧到尸骨无存，甚至只剩下骨灰，你根本完全认不出来是谁。我在说，这种这么动荡悲哀的时刻，政府应该给的是抚慰人心，给的是帮助所有的灾民，而不是急着在这个时候秋后算账。所以来说，中国的态度，还有这个目前为止香港政府的态度，当然会让香港民众相当的不满。好，我们刚刚看到一件事，什么是中国以及港府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根本乱七八糟，在乱搞一大堆事情。我再说一次，他们干的事情就是什么？他们要抓的是
提出问题的人，他们根本没有心想要解决这个事情。而现在在我们线上是在台湾的港人居先生，Hello， 你好居，我们今天想要问的是，港府现在在干什么？他现在在大肆的抓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只是要一个真相，要真相有这么难的吗？对，其实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看香港现在发生什么事哈。我们现在在全世界看到香港政府其实不会管香港的死活哈，只会在意习近平在想什么。他一开始我们的这个香港特首哈，他没有去安慰香港人，也没有去对我们的救火英雄有什么的感谢。对，他第一句是说什么呢？他第一句就是写。就是说，习近平有跟我们香港人有问好啊，习近平有关注这件事情，但其实香港人根本习近平有没有关心，习近平说什么我们没有在乎的，没有人会在乎到底习近平关心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现在他这个香港政府还是说你那个这个特首本人哈。其实完全没有在乎我们，他只在意说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按照他的那个逻辑完美的处理他所谓的国安问题。所以其实大家一直以来都说，我们这个香港政府要秋后算账嘛。但其实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根本都还没到秋啊，已经开始算账了。我们看到有这个香港的大学生来去发起这个联署要4大的诉求嘛。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说，其实这4大诉求非常的合理，也非常的这个没有说所谓的国安的部分哦，我们只需要说我们要看到所谓的真相到底是怎么，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在今天的这个香港里面去发生。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安全的措施、安全的这个法规，难道今天没有人来去保障它已经被确实的执行吗？对，难道我们香港人没有一个真的是可以安心居住的地方吗？在第一时间说为什么政府不出来或干嘛？因为我们香港人已经知道说，香港政府完全不可靠，完全没有可靠。没错，香港政府完全不可靠。香港政府如果要等他的救援、等他的帮助，只会让这件事情雪上加霜。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说这几天，政府这个所谓的关爱队还没进场之前，我们香港人各区的人都已经过去帮忙了。对，无论是说志工的这个平台，要去物资也好，或是说要去把物资运到那一边去，让我们的灾民可以得以受惠哦。其实这些全部都是我们香港人自发的，对，没有经过任何一个平台，或是没有经过政府各部门去协调。对，但是我们今天就很遗憾的去看到说，香港政府他居然就是可能他们的这个国安法的关系嘛把所有的这些志工或者是说把所有的物资就是要清场了。以前可能我们在反送中，或者是说在这个雨伞运动的时候，其实所谓香港政府其实还有保留一点的这个颜面去顾及到大家，包括世界如何看待一件事情，跟政府的态度怎么样。但其实现在他已经不管你怎么去看，对，他已经就是把这件事情当作成为一个要完全履行的一个任务，履行命令的一个任务。对，香港人对他的那个任务，或是在他的角色是什么？其实坦白说，就是他完成他政治任务的一个棋子而已。我还有最后一个事情想要问，就是说今天非常谢谢你接受我们关键时刻的访问，但同时你有说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国安法问题。你身边一定有非常多人，尽管现在没有在香港，可能在国外其他的地方，这个国安法是不是真的把你们整个都压住了？那已经可怕到说，我连讲一些话、发一些东西，我只要一踏进香港，我可能什么都没有了。我们首先因为家人还在香港，那再来是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保证说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回香港了。那香港政府他单方面说嘛，国安法是没有地域性的。对，全世界你只要去讲他不开心的话，他不喜欢的话，
基本上你回去香港之后，他就可以莫须有的罪名去把你去检控、去监禁 whatever 这样子。对，那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希望说，就是在海外，特别我们在海外，我们应该要更发声，应该要比香港的人更勇敢这样子。对，但其实，我的立场是，我希望保留我这一个身躯可以待到香港有用的那一刻，我回去，我可以再比现在，光是在可能电视台讲话也好，或干嘛也好的这个行动力更发展出来啊。所以我不希望说现在就好像已经被送头了。对，希望说还是留住我们的力量。后面如果真的是有一个需要使用到我力量的时候，或大家力量的时候，我第一个时候我就回去香港。宇轩，我们刚刚有提到，这23岁的大学生关劲峰，现在变成一个香港非常重要的字眼，大家觉得他太勇敢。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说：“你把问责你要全部拿出来，你要把这种问责的联署跟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些东西全部都拿出来。这些东西是有错吗？没有错。但你说什么？你说这东西现在在香港可不可以做成？根本不能够做成，因为这种香港的利益结构盘根错节到，我们真的很难去想象这一些事情的。对，没有错，照了。现在香港呢，根本没有想到所谓的善后，反而只想了一件事情，叫战场清理，把有异议的人都清掉。就你看到这时候有一个人出来，这个人是谁？这是他们的议员，叫做黄碧娇。那为什么我要特别介绍这个人呢？因为黄碧娇过去他向来的主张就是所谓的要把整个外墙围篱进行大维修，甚至把它当做自己伟大的一个政绩。结果大家都说他这个亲中派的议员就是罪魁祸首。对，他跑到了灵堂这边，他说呢，他要来吊唁，就只要他吊唁开始拿着一张卫生纸，那张卫生纸折得好好的，四四方方，干干净净。来，这是他进去的时候开始在那边粘，一直粘着他那张手，然后一下子按这。然后仰天长啸，开始不知道在深思考他的人生什么样的意义，然后想东想西，然后就这样的过程哦，从他进去再到出来，拿着一张卫生纸，就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卫生纸从头到尾都是干的，是干的，哎，在演戏。然后呢，本来在他旁边哦有一个老太太，有一个阿婆。那这个阿婆怎么样呢？这个阿婆就是走路步履蹒跚，甚至需要呢前方有人帮她做扶这样子怕她会跌倒。结果没想到，当媒体镜头围上来说，请问一下你要不要负责任？你要不要付出你的政治代价？为什么当时你倡导所谓的大维修，而这些厂商是劣质厂商，你知道吗？开始噼里啪啦的问题呢围向他的时候，来这个拿拐杖的阿姨，突然拐杖变成他的武器，突然间凶悍起来都不用人扶，突然间开始拿着他的拐杖对着媒体记者乱挥一通，还用肉身阻挡。所以这是代表从头到尾，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香港事件的缩影，就是做一场戏。而你如果敢指责他，他就对你我们讲的强硬回击。因为你看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纸巾从头到尾没撕出来，这是他过去的主张。2024年他自己贴的2月20号，对，鸿福苑居民交流群组里面特别写到，鸿福苑大维修，对，笑得多开心，而且呢，楼宇更新大行动，他是主张整个香港这些老旧的建筑物呢，都要进行我们讲改建，都要进行拉皮，都要进行修缮。所以你看他原本还是什么鸿福苑的法团顾问，所以代表一件事情，这是什么门神嘛？他就是整个单位的门神，就他现在却说这一区议员真的不是我覆盖啦，要去到研究讨论这么深，我没有去了解这个讯息啦。对于这个工程招标合约生效，政府都有接管啦，材料没问题啊。但我想白了，如果材料没问题，你当时干嘛这样去主张？但是现在这个真相很难浮上台面，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不是我们这些外国媒体再去长期追踪，香港确实有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对，但这个调查组跟你想的不一样。我请问一下，今天比如说我以台湾为例，行政院当发生了一场大火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找哪几个部门呢？我们是不是会找内政部，对不对？我们会找呢相关的，比如说法务部来研究说后面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来这些全部要他们付出责任。但是香港离奇的都事情来了明明应该要负责任的单位，结果来成立一个消防调查特别小组，把消防署、把警务处、把机电工程署、把房屋署、把劳工处来全部都纳进来这里面。那我请问这几个单位应该是什么对象？要究责的对象。对，这几个单位是主责对象，所以代表如果有出任何问题，如果有任何弊案，绝对是从他们身上。就他说没有，他们担任调查委员。那不就是球员兼裁判了？对，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讲战场清理，
你觉得这时候这些人出来说要来去调查真相，他真的有可能说，来，我自打50大板，我这边涉贪，我自打50大板，我这边消防呢法规没有合格，我的材料呢有问题，然后防务处说我自打50大板，我对于他在我们讲的修缮的时候，我监照不力，想太多，没有真相了。怎么可能这样子？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吗？等于是说中共要利用这些单位，把这件事情洗压给我，越快收尾，越快收拾最好。你仔细看哈，还是有资讯不断的跑出来。对，比如说我们以当时为例，你知道吗？当时哦，赵和有57家厂商去投标这个3亿元的拉皮工程，结果你知道这57家厂商里面哦，只有一家，谁？只有一家红叶合格，其他人全部不及格。 57家里面，他一个人杀出来了。我想不是他特别好，是其他人都是垃圾。他的这份报告里面就这样写，来你看哦，他做出来之后，他明明他的评分对不对？对，都给不及格，这就是不懂工程的业主都给红叶不及格，顾问只手遮天，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红叶的评分明明就很差，在57家里面呢，他都比别人烂，比别人差，但是。它好在一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这个背景分析调查。我跟你讲，各位，这就是有鬼猫腻的地方。因为在背景分析调查里面，比如说问到说他以前有没有司法诉讼啊，他以前有没有问题啊，那这家公司过去有没有劳资纠纷啊？这家过去你看哦，背景调查里面他得了20分，也就是说前面的这种业界的评比，他烂到透顶。但是呢，在这种官方审查的部分呢，他用违法的方式。什么叫违法？他明明就有劳资纠纷，明明就有过去有违规记录，明明就有违法记录，但他把它写成 no 没有，他完全没有，然后给他打一个大大的20分。结果呢，其他56家明明比较好的厂商，全部呢在这个项目，也就是背景调查里面，给他们呢非常烂。所以你看哦，像其他的厂商，这个叫俊豪，他面试拿了77分，这个叫树生，面试拿了80分，这够高了吧？是代表说他的资格其实很好啊？没有，背景调查下进去之后，全部都变不及格。所以你想想看哦，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整张列表，要么是E，要么是 D， 要么是 C， 要么是 E， 要么 E， 全部都不及格。结果只有一家勉强的叫做红叶厂商拿高分。所以我问各位啊，你觉得按照港府现在的这种调查办法，他会把这个真相给揭露出来吗？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